谁来晚餐，每集带你拜访一个家庭，并邀请他们的梦幻嘉宾上门共进晚餐。近年来，全民发声，支持多元平等的台湾家庭越来越多。今天我们拜访的正是热爱参加反歧视社运的一家人。夫妻俩本来是双薪，为什么爸爸选择在家做奶爸呢？更特别的是，妈妈是国小老师，2个小孩却是体制外共学生。共学是什么呢？翁丽淑，46岁，小学老师，新北市教育局性别平等教育辅导团成员。很少买衣服的她，总是穿着反歧视的社运 T 恤、彩虹围巾。我很爱看武侠小说，对，当侠女我就觉得是一件很酷的事吧。这个温柔的小钢炮，她想邀请谁呢？我想邀请张璇、唐凤。杨君文，46岁，本来是素食连锁店店长。这是我以前那个做肯德基时候的制服。在台湾有跟美国老板见过面的人，应该是一只手指头数得出来的，是一个荣耀。他也是运动高手。台南二中同一届运动会的时候，我从早上参加到下午。100、200、400、800、1600，跳高、跳远、铅球。我家的墙壁以前都贴满我的奖状。南部还有家。现在是家庭主妇兼奶爸，他希望看到谁呢？我最想要邀请陈明章跟吴念真。君文的妈妈，68岁的杨许金花，失智症患者，目前由后援部队32岁的印尼姐妹朱丽哈阿朱专职照顾。这家的儿子杨成林12岁，小学6年级，是棒球迷。女儿杨成云9岁，小学3年级。他俩想邀请的都是棒球好手。我想要邀请王柏龙、陈金峰。这家的老三嗨昂是罕见疾病小胖威力症患者，1岁3个月，正牙牙学语、学走路。在揭晓今天晚餐的座上宾之前，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家庭的喜怒哀乐吧。丽淑在小学教社会、教母语，也教性别平等课程。这天，她带领6年级讨论绘本女主角伊利未成年怀孕后的处境。从大家笑声，我知道你们知道什么事情。安全的不是只有避免怀孕而已，还有避免什么？被发现。你讲得太好了，没错，安全还包括不要被发现。丽淑没有评价伊利怀孕的对错，倒是鼓励孩子们了解社会和法律资源，怎么样可以支持伊利。这本书常常被彩虹爱家的这个团体拿来作为非预期怀孕，就是拿来作为恐吓小孩绝对不可以发生性行为的一个教材。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整个社会氛围是非常歧视那个未成年少女怀孕这件事情。我们就挑战就是想要拿同一份教材，然后来上另外一门课。丽淑反骨坚强，在脸书很活跃，反体罚、反威权，支持废死同婚。最近性别议题沸腾，因此有教师伙伴、新闻媒体来记录。做课程先锋，丽淑当仁不让。沮丧一定有的，我觉得沮丧就是因为势单力薄，就是说那我们这样讲，然后可能孩子他回家之后，或者是他又要面对另外一个情况了。那你说开心吗？我觉得小孩的启发力很强。你有没有感觉小孩很厉害、很聪明啊？这样子，小孩很受教。丽淑很忙，老公君文更是非常忙碌。120公分。先这样子练习腰力，这样让他练腰力。在台北振兴医院，君文陪着1岁3个月的小嗨昂做水疗。嗨昂有小胖威力症，因为基因缺损，他对食物没有饱足感，成长时会发胖，有糖尿病等代谢疾病。可是婴儿阶段反而因为张力弱，要利用浮板练习站立。他喜欢水，熟悉水性。他没有恐惧感，很爱来这里玩。透过游戏，我们能够让他的运动功能慢慢发展出来。
哎，不能让他拿到就要过来，就要走过去，鼓励他说，哎，你很棒啊，你可以啊，走过去，手拿过去，来，手拿过去，走过去，啊，走过去哦。从这里再走一次，来，走下来，他会不会直接给我爬上去？来。君文每周有3天要带嗨昂来做水疗、物理和职能治疗。通常隶属的好妈吉小学妹佩芬会趁着研究所读书的空档来支援。接下来是裸体耶。你的姐姐都很注重你的隐私权。哎呀，对呀，天哪，你会讲话了啊，快啊！正忙碌中，妹妹程云和程琳忽然起了小争执。有点要抓伤了啦，然后打很痛是不是？那你现在很生气对不对？知道你昨天抓我就是这么痛。那你有打嗝吗？没事的。那还会想打他吗？一定很难过，给人家抓成这样。奶爸君文历练丰富，重要的是懂得贴心关键原则。就是他生气的时候啊，就不要在这时候说谁对谁错或是什么讲道理的事情啊。所以先同理他的心情，他就是哭了嘛，然后很痛啊，对啊，然后有同理他的心情，他的杏仁核就会sit down， 对，哈哈。兄妹间的争吵很快就落幕，海洋再度成为大家的焦点。他快睡着了。动物公车，然后我以前很喜欢画彩虹，本来它的眼睛是只有这个，但这爱心是我加上去的。那你那颗黑黑有眼睛的那一只是什么？石头吧。章鱼到底是有几只脚？8只吧，这里有8只。这是妹妹画的。哇！每一张都会收起来，而且那时候看到每一张都会很开心的。这个就是爸爸。这个家有很多高低落差、趣味小空间，满坑满谷是书和玩具。很难想象丽淑和君文本来不生小孩，想做顶客族。你现在要想象力，这边都是没有的。对啊，这东西全部都没有。然后我们用咖啡馆的设计，然后这边有一个吧台，两人世界很好啊，可以常常出国旅行啊，然后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啊，然后一个人一间房间啊，楼上一间，然后还有书房，一个人一间，就是然后还可以连线打电动。因为妈妈，然后他们吵架的话，那个妈妈还会来踹爸爸的门，听爸爸说的。楼下2间房间就是，如果吵架就一人睡一间啊。其实那时候程云和哥哥程琳活泼自在，家里也没有秘密，爸妈随时回答小孩的疑惑。其实我们是私奔的。什么私奔？什么是私奔？私奔就是阿公阿嬷不喜欢爸爸。然后他的爸爸妈妈也不喜欢我，所以我们就自己决定啊，那不然我们就自己去办一个婚礼。丽淑和君文老家在台南，小学、中学同校。哦，在这里。但当时不来电，大学毕业后在台北重逢，交往7年，结下不解之缘。但顶客族的逍遥日子，很快就因为君文心疼妈妈而改变。家里都没人，他居然在桌上摆了一个很大的那个糖果盒，里面满都是糖果。有人会吃吗？结果过不久就邻居的小孩全部都会跑进来，跟他说拿糖果吃啊。然后我看到那个样子就觉得他很想要有小孩可以玩啊。君文的父母感情有裂痕，妹妹们出嫁后，妈妈不习惯台北，独居在台南老家。她是顶尖的裁缝。君文还珍藏着妈妈帮他做的西装背心，没想到有了孙子，当时56岁能开车南北爬灶的君文妈妈竟开始失智。君文选择卸下西门町素食店的店长职务，请了育婴假陪伴妈妈。老二在3岁前可以请育婴假，就是利用那6个月的时间啊，就好好的
让我妈可以去哪里玩就尽量，他就带着，对啊，尽他那时候量玩啊，四人组嘛，他带着2个小孩，还有小孩都免阿嬷。费嘛。还好祖孙有一段欢乐时光。这几年妈妈退化到不说话了，君文和2个妹妹请了得力助手印尼姐妹阿朱来照顾妈妈。听不懂啊，什么人都不认识了啦。对呀。君文第2度离开职场，是为了有小胖威力症的嗨昂。他们认同性别平等，嗨昂随母姓翁，叫翁海，倒过来念就是金鱼嗨昂。有点忘记。嗨昂在全家人热烈的期盼下出生，医生查了1个月，发现他第15对基因缺损。QQ， 你是我的 QQ。比如说他隐睾，他的发色就是有很淡的发色，然后一开始就张力很弱，这些都是征兆之一。好像开奖啊，对啊，我还记得开奖那时候，我也是觉得，哦，好啦，就是知道，至少有个底，就知道之后自己要面对什么。其实我刚开始已经把更坏的想出来了，就是因为他，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更坏会是什么，但是我你这不是事情已经想过了吗？对啊，有可能，比如说终身瘫痪啊，或者是，就是会像植物人一样一直躺着之类的、啊。你干嘛想那么坏？啊，不然怎么办？我不知道我会要面临什么啊。但是我觉得那个月真的非常非常难熬。对，我只要没有小杯啊，我就是。亲戚们疑惑是不是祖先不开心，君文还去请祖先同意嗨昂随母姓，好友们一起祷告求神，各种努力都尝试了。因为他已经那么伤心了，我都在想说怎么样让他不要那么伤心了。我这个人也是比较那个天真乐观啦，我那时候就开始在想说怎么样让他做小胖界的第1人啊，因为遇到了就是要我也没有办法逆转或者是改变之前的状况啊，所以我都是想后面的。嗨昂需要长期复健和陪伴。夫妻俩决定由君文辞职回家做奶爸。我们已经商量过了，我觉得我照顾比较适合。他比较会照顾小孩，他真的很会照顾小孩。他们加入小胖父母群组，了解所有的资讯。未来除了控制饮食、避免糖尿病之外，还要打生长激素。只要从你开始打那一天，要一直打到16岁，每天要像胰岛素一样，每天都要。每天呢，我想到就觉得很心疼。他张力很弱嘛，所以很容易脊椎侧弯。然后大部分来看，他的智力就会比较差，有极少的比例会正常。对，不过没关系啦，就是我们是相信每一个生命都应该会有一个他自己在这个世界的状态。正向面对孩子的状况，夫妻俩做足准备，这会是一场长程马拉松。就是他这个特殊的孩子啊，就是2万人才1个哎，何其有幸，这么稀有，然后就我们家就遇到这样子。爸爸辞职在家，程琳和程云也申请在家自学。小孩自己选，他想要上什么课，我们就要到那个地方去啊。比如说他们来台南，就是找他们喜欢的老师。把这些课都斗在一起就对了。共学团到底怎么好玩呢？就是很好玩。今天谁来晚餐拜访的是住在新北市蘆洲的隶属君文，从顶客族变成6口之家，房贷没缴完，却从不为钱担忧。2个人都有薪水，1个月10几万，也是不会剩任何钱啊。他现在剩1个人还是可以过啊。对啊，不太会理财。自由朴素的这对夫妻，最大的冲突点是教养观念。君文从小顽皮，天天挨打；隶属家不一样，他会讲道理，让阿嬷不打人。是他很幸运遇到我。对，就像墙上有一只断掉的那个小提琴弓啊。这里，他是很生气，然后就把它摔到地板上，这样摔下去，然后就断掉。弓很贵呢，就把它贴在墙上。生气的代价多大？对啊，我们2个只希望他
平安、健康、快乐长大，这是我们的初衷啦。丽淑在小学教书刚满20年，她认真坚持的许多价值，比如帮助传染病带原学生入校就读，就让她大受挫折。我还记得回来跟他我就哭了，就是觉得非常非常的生气。我还记得他那时候第一眼就说他不适合来啦，因为要顾虑到别的孩子。我有说天啊，连你也这么想，然后我就很生气说，我不但要跟他同班，我还坐在他旁边，你不会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吗？我觉得这个老公不错的点就是他那时候突然间想一想就说，对他应该要在他旁边。我想起来那件事，我觉得很。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我现在还有感动的感觉，就觉得，这个人很好改变。丽淑也难免会被家长投诉，他出了一个好考卷，却被所有的家长骂，说故意刁难学生。他一直就不是那种温良恭俭让的那一种。而老大程琳本来和妈妈在同一间学校读到小6，他也有自己的生活步调和重心。因为以前回家都不会写功课的。然后呢，都是早上。可是不写功课，你是把那个时间拿来做什么？玩。我都快疯掉了。程琳小学4年级时就是专精执着的火车迷。没有空调，上面只有电风扇的那一种，叫做什么车？蓝皮普快车。君文带着他环岛追火车，各种火车时刻表如数家珍。他说这个莒光号啊，比自强还快。我说哪有这种车啊？结果一去啊，真的有这一台，中间居然没停。我想哇，怎么连这种班次你也知道？程琳做模型、搜集资料，自己搭火车，让爸妈看到他学习动机强烈时有多快乐独立。他只要有喜欢的东西，你只要放手就好了。趁着君文在家做奶爸，丽淑成功游说程琳、程云申请自学，加入他认同理念的共学团。所以到国3，如果他还不知道他到底要学什么，那可能就是自学失败。对啊，可是我们出来就不会再想回去了，因为这真的是完全差太多的2个世界。他最近是迷上棒球。台北寒流低温，君文和一双儿女来到台南打棒球，天气暖和，程琳、程云非常投入，欲罢不能。爱运动的君文和其他的爸妈们也玩得尽兴。回家。原来暖蛇是4年前从幼儿团开始发展的，后来又有了小学团，北中南东都有共学家庭，每周共学几天，费用均摊，有台中的舞蹈课、台北的哲学课、南部自然课、直排轮、棒球、夏天潜水、冬天滑雪、曲棍球、独木舟、滑翔翼，什么课都想尝试。没关系，再来一次，对，很好。语文课、玻璃诗也是创意学习。怡琳老师要程云他们把喜欢的字词剪下来，拼贴到瓶子上，融合了动手做、美感、朗诵音韵。程云和伙伴一起完成，程琳被字词拼贴迷住了，结束不了。你们的那个宽度非常的宽，开人眼界。好。啊，我想起我的筷子在哪了。君文和其他家长也放心的互相托育小孩南北走读。他们为什么行李都放你车上？因为这是台中的小朋友，等一下载他们回台中。君文的台南老家3楼常常提供做共学教室，4个房间也是大人小孩夜宿的地点。可能小孩他比较小嘛，床上可以睡3个啊，这边可以睡2个，这边睡2个，所以这间就可以睡7个啊。这里睡了10几个人啊。参加亲子共学，家长更忙，读书会、做领队、管账、找资源，讨论热烈。这天，爸妈们正在准备228走读课。就比如说，我们到天马茶坊那边啊，我们可以说有一个黄玲玉凤阿嬷，她那时候她在旁边的百货行工作，然后她看到了什么什么东西。数理教学，你怎么连喝白开水都像喝啤酒？
其实啤酒是我最爱喝的气泡饮。我觉得就是前面先讲。暖蛇共学有个核心理念，5大原则。5不，不打不骂不威胁不恐吓不利诱。对，我觉得不利诱好难。不小心就出来。可是有的团的领队就是如果说妈妈稍微有点那个大声的，那领队也不会直接，他会就有一个领队，高雄领队就拿2声，大家互相的提醒。3年的时间下来，孩子是很特别的，就是每一个孩子的都有他自己的特色，对，然后都很不怕大人。共学家庭学期末也有每个孩子发展学习的评量讨论会。这次的地点在双溪太平国小，这是共学团租用的废弃校区，有20几个家庭来露营。我从小就在共学，我上过1年，这边比较好玩，这边比较好玩，因为这边的老师都不会凶，不会骂，不会打，不会恐吓，不会利用，不会威胁。同学到哪里，朋友就到哪里。一个是健康快乐、独立自主、爱与尊重、热爱学习。舞蹈课啊，跟曲棍球之后，还有他自己大量运动之后，我最喜欢舞蹈跟曲棍。我觉得他的身体的线条有紧实一点。爸妈们会共同讨论对孩子的观察，更要紧的是让孩子表达自己的看法。程琳就丢了好几记情绪变化球。他有发展自己的房间棒球，房间这个不能说了。是吗？没关系啊，那我就听都不想听的在。好，你再阻止我好了。我们到暖蛇的时候，你跟我们讲，可能你很想打的时候，我们在室内可以怎么布置一个这样的空间？你觉得 OK 吗？可以哈。小6的程琳很重视自己的权益。最近爸爸把他参加活动练小提琴的影片 PO 上网，让他非常生气。就道歉。好，对不起哈，现在都一定会问你，好不好？可以的吗？那是练琴的吧？是不是？如果是打棒球的就可以啊。就笑了。我们都有你爸的脸书。我们看到的时候就说：“喂，有问过吗？”你觉得有问过吗？所以爱与尊重最需要改的就是爸爸。对。目前那个最需要改进的。爸爸中了好几件。我要是指定了，我是鬼。我做手足。大人忙音乐会，小嗨昂怎么这么努力，居然尝试站起来走路了。谁来晚餐？今天拜访的是在新北市芦洲的君文、隶属一家人，他们喜欢参加亲子共学台湾爬爬照。我身为教育工作者，我不声援这样子的人的话，那我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我被划为那个共犯。重视公民教育的隶属，把在小学教室练就的功夫写了一本秘籍，在国际书展上吸引了中国的出版编辑。很有可能你把温老师书什么时候介绍到大陆？那个应该会被前提是已经被不是会被审查掉吗？哎呀，其实我反正之前有这工作要慢慢做。隶属身体力行，多年来参加无数次游行活动。这天，夫妻俩带着3个小孩参加支持西藏独立的运动。中共政府取消我们那个藏文的话，那应该是杀死我们的一个文化。哇，大家都来了，好开心了！而且你看他全副配备哦。西藏要自由，西藏要自由，西藏是西藏人的，西藏是西藏人的。OK， 好，支持西藏人权。就是3月10号西藏的抗暴日，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关注，然后一起
为他们加油。从小的教育就叫我们不要惹麻烦啊，对啊，不要参与政事啊，才渐渐发现说，原来我们每天可以这么自由的生活啊，甚至你骂总统也不会怎样啊，有很多钱被争取来的，不是凭空掉下来的。然后希望带着小孩，让他们知道自由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弟弟，迷你姑姑。不只是游行，这天隶属军文和很多支持人权特赦、FACE NGO 组织的朋友们一起吃午饭。这是多元组合，有泰国老公、外籍配偶。惊喜的是，谁来晚餐拍摄过的藏人龙珠也在场，他已经有了3个小孩。现在我有居留证就可以找工作，以前那时候就是完全不能找，人家也不敢收我。为了支持西藏独立音乐会，他们要录制一首西藏歌。隶属和军文非常认真卖力的学藏语歌。最后3个怎么念？无主所主，无主所主达美体。西藏要站起来，我们的后面是全世界的人会站起来。咱们的民望就是全世界的人跟我们背后会站起来。海洋也在歌声中努力站起来，踮脚、移动、往前走，给他拍拍手。超级奶爸君文这天煮了一锅5星级的海鲜浓汤，这是女儿程云点的餐。南瓜浓汤里面有加鸟蛋跟蟹，盐、黑胡椒，还有那个意大利的香草，就是把马铃薯打成泥，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家乡在印尼中爪哇的朱丽哈阿朱照顾妈妈吃饭，来台湾12年了。最近2、3年在隶属家，她很开心。真的好像真的家人的这样子呀，然后我们都比较高兴啊，对不对？对，因为很多朋友啊不能休息啊，那个老板啊什么很多那个啊，好像忙啊什么这样子，可是这边不会啦，我什么时候想休息给他讲，他说好这样子呀。那你朋友有没有说你很羡慕你？有很多。开饭时刻，隶属也到家了。哎，你吃饱不呀？你刚吃饱？吃饱没？他早就吃饱了。他吃饱了。你吃饱了没啊？哎，你拿手借过一下。有阿朱姐姐在，她还会饿到吗？你再问阿朱姐姐要生气。对，再问阿朱姐姐，我再都不会饿到的啦。慢慢吃哈。我的肉嘞？来啊，我们先把它放着，哎，小心，让它在旁边。鸟蛋里面。阿朱厨艺很厉害，他在照顾我们，都是他在照顾我们比较多。他是地下总管，帮好多朋友的忙啊，他都这样子帮人家买东西。他有的姐妹的雇主是不许他买东西寄到他们家，然后他寄来我们家。然后他再帮忙分发出去，还会帮忙煮很多东西给他们吃。印尼的好料，因为他们就是有他们喜欢的味道啊，他都会煮。隶属丢三落四的习惯常被阿朱念。我每次出门都很不容易，因为出去忘记带什么又进来，就忘记带什么又进来，然后他你真正会嗨哦，他说嗨哦。还有一个孩子们也跟着学印尼话，多认识阿朱姐姐国家的文化。然后自己这边这个。
我也有哎，绑后面，对了，这样。哦，原来是这样。这个家欢笑自在，孩子们参加共学后，夫妻俩很多想法都越来越开阔了。虽然还是对一些生活小节担心，玩电动啊，吃零食，对，玩啊。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啊。最快乐的事就是可以陪他们，每天就是陪伴他们长大这样啊。之前会觉得时间很长就是还有10几年啊，他们渐渐的就会离开你的身边，去他自己的世界飞翔。你在哭还是在笑？也不是在哭，也不是在笑。我说爸爸的哭点有时候很低。哎呦，刚才自己讲别人。他有时候看那个电视啊，说看看就是一个人这样看到别人的女儿出嫁，也在那边哭，然后说干你什么事啊？我想到以后我们家的女儿出去，我也要，好好笑。那时候他才3岁而已，就已经想到他以后出嫁。哎呦，我来不及了。拜拜。好了。我每次都是这样子，来不及的。你是给他们带齐全哦。是。看看会不会隔3分钟又开回进来用。果然回来了。是谁给我拿走的？手机啊，他去给拿。今天是神秘嘉宾到访的日子，栗叔正忙着准备欢迎嘉宾。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已经有稍微整理了一下，我知道那很焦虑。海洋也想欢迎来宾吗？栗叔录了他的自弹自唱。哥哥程琳最想见到哪位神秘来宾呢？陈金峰吧。大厨君文计划做5道拿手菜，海鲜浓汤一定少不了。南瓜、马铃薯、玉米、红萝卜，还有鸟蛋和上好海鲜。最特别的是台南小渔港的秘密好料火烧虾。然后大概10斤的虾只能晒1斤的那个虾干，就是你把它泡开之后，做任何料理就会有海洋的味道。君文期待哪位神秘嘉宾呢？陈明章吧，吴念真哦。栗叔想帮忙煮饭，但来迟一步。我会煮饭，而且我觉得我煮的比较好吃，真的。秘诀是上次有人教我啊，要加一点油，再加1颗冰块。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听说这样煮起来会比较好吃。侠女栗叔还会一个绝招，我会摆草莓，我会把它摆成像一座山一样，不会倒下来。它会绕皮哦。咦，不会的，你看，哒哒哒哒。印尼姐姐阿朱也贡献了一道家乡菜。这个是印尼话的沙朗，这是台湾话都不知道的。椰浆鸡翅真是又香又浓郁。君文继续出菜，5色鲜菇，这里加了3种洋葱，就煮到蛤蟆开就好了。高丽菜炒香菇，它这香菇蛮特别的，都没有那个香菇的腥味。山茼蒿，想说跟它炒肉丝。就是20块，山上的真的很好吃。还有一道差点失败的红烧豆腐。哦，可恶的皮，糟糕，糟糕！哇，怎么办？用那个酱油跟水来烧它，立刻反败为胜。来宾即将到来，压箱宝也出现了。不好意思，这个已经放了15年了。让餐巾纸重见天日。栗叔最期待的来宾是谁呢？张悬啊，都是社运派的到底谁会出现呢？是音乐人陈明章、作家吴念真、棒球高手陈金锋、王柏荣，还是歌手张悬？谁会来？他刚才说王柏荣。啊，来了，这次真的来了啦！真的来了啦！是谁？是谁？现在注入吧。
我要看。啊，车子开过来嘞，来。是哪位来宾让栗淑君文这样开心尖叫呢？今天谁来晚餐拍摄的是热衷参加社运和亲子共学的栗淑一家人，哪位来宾会来分享生命经验呢？我要看。车子开过来了，有这好玩，而且全黑的。哇，对啊，你看，厉害！啊，上台是阮高中的时阵拢听你的歌。收回来也不会放枪。对。对啊。对啊。为什么还是自以为？对，这条是我上爱听的。刚嘛跟你听，对吗？现身的是擅长乐琴、吉他的音乐创作人陈明章，他关心本土文化，以母语创作的《下午的一出戏》，流浪到淡水，红遍台湾。还蛮好奇的啦，因为会使讲这个时代，囡仔拢家己自学共学，迄个家长其实来说已经是蛮应该理念上会是比较有想法的啦。对，还有伊个囡仔，我做往海洋啊，觉得这个都蛮好奇的。人生最重要是说要活得怎么样活下去快乐啊。怎么样能够坚持自己的梦想啊？这个是最重要的。欢迎你，陈明章。我一天到晚在车子里都是你的歌声。小芬啊，这拢我煮的啊，厉害。是大姐姐煮的。这是迄个印尼的菜啊。这礼拜的时阵去爬山，甲迄农民买，我家己买的。伫太平双溪啊，在山东虎豹潭那边。现在我们那个共学在那边有一个自学的基地。那你共学长安很远哦。陈明章话匣子一开就提到两家的共同点，他读小学3年级的小儿子因为早产也做复健水疗，有点脑筋麻痹。伊本来摆骹巴了严重的，即马好足济啊。哦。系啊，即马会使吊绳吊500个啊。哦。哇，足高诶！啊，就慢慢来啊。你比一般的9岁囡仔更高啊咧。不会。陈明章自己就是一个自学成功的典范，他有很多过来人的经验和想法。所以教育内底里面，其实上重要是爸母啦。君父啊，迄阵教我讲一句哦，你只要还卖做路麻，你啥物拢会使做。我让你做大的弹性啊。对啊，系啊。为什么伊会烦恼你去做路麻？因为我囡仔都足贱的啊。安怎贱？我好动儿啊，我坐袂调啊。我一工爱，我到即马一工嘛爱行10公里以上。所以我轻弹也好，就是因为我手贱啊。无弹的足上的啊咧。对。所以每一个囡仔有伊每一个囡仔迄个特质，对。啊，伊有的是对味觉啊，有的是对触觉，有啥样。从好就讲伊传统就你按伊的传统去发展就好啊。对吧？陈明章家里做银楼生意，妈妈原本要买一栋房子让他开评价中心。我带我生囝伫啊。我甲讲，我这世人敢若要做音乐，我做汽车嘛要做音乐。哇！可是那个1楼那是好几千万啊！你可以先说好，然后再去做音乐啊。人生就是安尼啊，你袂使留啥物件落来安尼尔。上主要是家己爱快乐啦，其他人假啦。一开始，陈明章在北投那卡西弹琴伴唱，受陈达明邀启发，他到处拜师学乐琴、南北管、歌仔戏、布袋戏、原住民歌谣，养成丰富的底子。我是47岁才去到注定是学7年啊，林春调啊，人学物件是无限时间的，什么时阵拢会使的嘛。对啊，对。这个小胖威力，我嘛是想讲，看伊介意什么代志，互伊专心去学一件代志就好啊。讲人拢有上好的物件，嘛有上歹的物件。你讲爱因斯坦对吧？
自闭症嘛。哦，像爱迪生嘛是啊，自闭症。对啊。雅斯伯格嘛，对不？哇，你台湾算袂歹，算经营幸福。对啊。会使做家己的代志。迄阵是因讲我是乌命大嘛，我若大概选举，阮兜就是大概都爱用监听的。哦，是啊。我讲别人你讲话内底，佫有一个电来看起，确实我拢呀，因为监听迄阵监听技术就低落的啦。哦，怪互你知影，你真低落的。啊，所以，嘿啊，迄阵嘛是坚持到即马。对啊啦，你过太阳我就拢对啊，拢变过来啊，对无？对啊，就是有前辈的坚持，对，更自由的社会啊，对啊。所以我嘛是带因两个去了啊，然后有啥物游戏来带两个去啊。主人客人思想契合，聊得开心，怎能没有酒来助兴？太阳威士都可以。有啊！我们家什么没有？这个高粱最多了。有水壶啦，嘿啦，我就当啤酒喝就对啊啦。来，干杯！来。年轻时，陈明章和住在隔壁的李宗盛一起组乐团，第一首歌就是卖给李宗盛。哎呀，阮两个就共同流水器，两边流水通嘛，阮拢伫这厝顶大椅子，两个切磋嘛。哎呀，所以阮的琴是安尼算出来啊。啊，到尾啊，愈来愈觉得讲，我爱写一寡家己土地的物件啦，对家己会感动的物件啦。啊，真正开始，毋才有写《长山过台湾》下晡的出戏。就是阮开始听歌的时阵啊，啊，迄阵卖歌俗到要死啊，免哪生活，袂生活的啦。啊，所以。定定倒去金仔店，啊母啊5000块一来借，啊毋捌你害啊。陈明章多年来一直在北投教乐琴，发大愿创作本土音乐剧，一写就是30年。伊现在来教学乐琴，甲学吉他啦。对吧？有录到吗？哇！有，他刚才有点歌，他说等一下可以请老师唱歌吗？这叫做海洋吉他吧，海洋。啊，海洋。嘿，温的海洋。那每一条弦是2条弦的。八部歌伸出来。好，看听起来像太平洋海浪。我上来玫瑰花。我这袂使传阮那边，我大海洋互你听。你讲你按花莲来，带着七彩的大礼招来送阮，顶头写着你对阮的感情，甲着真多太平洋的故事。听人讲最近外海有海洋来，想你，想你，咱台马里甲所的高山啊，拢伫个等你。所以若无布农族的八部而生，我就无法做这款物件出来，对无？好不好听？要来跟我学。丽淑非常动容，她生嗨昂时，朋友就传来这首歌，给她很大的安慰。听得到海洋的声音，感受得到那种海上吹来的风，对。然后我也觉得，好像那个海洋的出生很给我祝福。然后今天在我们家里，然后可以由你亲自唱出来，又跟我小孩的名字一样。然后我一直都想象他是从海里游过来的，对。所以分外感动，就这样。
鸟生鱼汤。陈明章的儿子也是读类似森林小学的国小，他很满意孩子课业非常少，有时间游戏才会有创造力。我讲小学必修直笛，直笛要干嘛？小学要唱游啊，要劳作啊，要公益啊。美学啊，唱客家歌，唱台语歌，唱原住民音乐，唱北京，让大家拢啊，我觉得必修直笛干嘛？因自学理念嘛是袂歹，就是专台湾拉舌啦，所以叫做暖舌啊。啊，我嘛是拉舌啊，就是认识自己的土地，认识台湾啊。所以因去太平去爬山，因就去手作步道，阮去用猪头去甲水的路甲掘出来，互水。流水的路啊，人行人的路。和孩子一起学习，感受最深、改变最多的是军文。秉持初心，他和隶属用开放、平等、尊重来呵护3个小幼苗，尤其是海昂。伊一出世就有迄个公家单位叫阮来去参加小胖卫力协会啊，爱甲压落底，爱甲泡会惊，因为伊会学袂食物件，内底物件拢爱扫的啊，我看到感觉足惊吓的。我们正在实验呢。对啊，所以阮当咧实验啦。我们在讲，我应该，我不要。唔是要安那不打不骂，互伊会当。还是平安健康的长大，我嘛是希望安尼。对啊。对，我不晓得有没有办法，还在试。所以培养陈明章风趣又腼腆的透露，太太是他的超级粉丝，本来也约好不生小孩。我就是一只鳄鱼啦，都过来叫我夹掉呢。你自讲说看过去内底去分传单去种啥东西，讲伊也要生啊，硬要生哦，才生这个，真的是有小孩子吼，你日子不会那么孤单。较无靠看，你爱甲你的囡仔做朋友。对啊，才会了解伊想要后日想要做啥。这场充实的参会就在成云的天空之城中即将结束。陈明章的礼物更让全家嗨到最高点。老师的 DVD。哇！8道家章。哦，车子还会跑哎！天哪！这是以前滨北楼到旧北楼那一段的那个小火车 ，DT668 CK101，哎，这两架，我把火车迷。他们2个夫妻的很match的，2个都教得很好啊，而且互动都很不错，哎，对家庭气氛刚刚很舒服的。他们的理念跟我也蛮像的啦，哎呀，人生有梦，哎，祝他们美梦成真。好感谢你们请他来，给我们的启发就是他讲到他小时候的一些成长的经验啊，我都觉得没错。我们追求那些分数、那些学历做什么呢？我们如果可以有一颗追求梦想的心，才是最重要的。对，我觉得今天能够在我们家。有这样子的歌声跟这样子的历史记忆啊，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对，他说我们很神奇的那个音乐盒，我本来以为那个火车不会动，但是后来我又看到它会动，所以就觉得很喜欢。我最喜欢那个听到他的笑声啊，就很自然，然后很豪迈啊，很像那个古时候的侠客，有没有？他想要对土地或对人或对他自己留下某一些可以代表他的东西或纪念他的东西嘛？对啊，那我也想要朝这方面去迈进啊。我们也希望可以翻转现在的那种教育体制啊。其实小孩的长大啊，是父母亲必须要先有改变，那小孩才会。你才有机会看到小孩的改变啊！黑树啊，双啊起，世界大是天下地，第二界大是个老母亲老娘话，不信啊你甲想详细。
谢谢，拜拜。